嘿，大家！前阵子我在 Amazon 买了 Takegawa 的降低型后避震器，1号购买，6号就到台湾了，速度蛮快的。官方说明，这款降低型后避震器座椅高度可以降低约40mm。安装降低型避震器后，为了保持车体的平衡，所以按照产品说明指示，需要将前叉调整至20mm。Takegawa 降低型避震器为油压阻尼式的后避震器，弹簧有5段预载可调整，主要结构为钢制，气缸表面是电镀铬处理。弹簧颜色有红、黄、黑及电镀4种涂装，我选择黑色弹簧。更换降低型避震器后，因为车身降低，导致原本的侧柱和车身角度过小，造成车身不稳。若遇到强风或是震动，很有可能会有倒车的状况发生。所以我另外购买了 G-Craft 的可调式侧柱，这样就可以校正角度过小而导致车身不稳的问题了。本体为钢制，脚管为不锈钢材质。需要将前叉调整至20mm。更换后避震器需要先将外侧的空滤外盖拆开，使用内6角扳手拆除螺丝，另一颗螺丝一样拆卸下来，将空滤外盖以及进气软管拆下。接着拆除车身右侧盖。侧盖内部有一个按压式的塑胶铆钉，使用较细长的工具，由下往上插入孔洞，将铆钉顶开。拆卸右侧盖时，为避免碰撞造成损伤，所以先用布将后脚踏覆盖住。1000 years later。我认为拆侧盖是最困难也是最费时的部分。最后在家人的协助下，终于拆开，将排气管和引擎连接的螺帽拆开，拆下引擎下护板，接着拆除车身和排气管上方连接的螺帽，松开排气管下方防烫盖的螺丝，拆除排气管时，先将下方防烫盖拆下，这样在拆除时比较不会卡到车侧保杆。接着拆除原厂左后避震器上方的螺帽，因为坐垫会挡到扳手，所以先将坐垫掀开。
后轮稍微抬高，拆除原厂左后避震器。拿了一块木块将后轮垫高，会比较好安装后避震器。我趴在后货架上，将重量往下压，顺势将左后避震器卡入螺杆里。接着放入原本的滑丝和螺帽，先用手将螺帽转紧。右后避震器卡入螺杆里。放入原本的滑丝和螺帽，一样用手先将螺帽转紧。接着使用扭力扳手转紧避震器上方的螺帽，上方螺帽扭力值为44 Newton， 将扭力扳手的扭力值调整至44 Newton。用扭力扳手将螺帽转紧，当扭力扳手发出 cut 的声响，表示已达到调整的扭力值。同样使用扭力扳手转紧避震器下方的螺帽，下方螺帽扭力值为29 Newton， 将扭力扳手的扭力值调整至29 Newton。用扭力扳手将螺帽转紧，当扭力扳手发出 cut 的声响，表示已达到调整的扭力值。先将固定前叉的上方螺杆以及下方螺杆松掉，上下扭力值皆为27 Newton。由于下螺杆太紧，最后只好请家人协助。调整前叉高度时，为避免被前叉防尘套卡住，导致无法动弹，所以先将防尘套的螺丝松开，再将松脱的防尘套往下拉。车身往前推的力量再按住前刹，这样前叉便会因瞬间的顿挫力往上升。重复动作，过程使用游标卡尺反复确认前叉提升的高度，直到前叉上方凸起20 mm 为止。接着更换侧柱，先将原厂侧柱拆下，装上 G-Craft 可调式侧柱，用手将螺丝转紧固定，再用套筒棘轮扳手转紧，装上后方螺帽，使用套筒棘轮扳手固定住螺丝，再用另一只棘轮扳手转紧后方的螺帽。将 G-Craft 侧柱调整到适当的长度后，使用扳手将螺帽固定。因为车身降低了4公分，所以我的单脚或双脚几乎可以平踏，安心感倍增。骑乘时对于路面的感受会更加的直接。但因为我骑乘的速度不快，不跑林道或越野，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因为车身降低导致重心改变，所以在立中柱时会比原厂的状态较困难些。整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，因为终于不用再垫脚尖了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